大家很热情，很捧场，但是在同龄人眼里，小体育生的风评极差。我之前在网上刷到过一个帖子，他问体育生和边牧谁聪明。投票的结果是我们赢了。因为边牧不会点举报。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喵喵，也是一个北大的学生，但是跟雪琴姐跟谢谢不一样，是靠踢足球体育特长考上的。这个身份就很割裂了。在北大踢足球这句话念起来有一种从夯到拉的感觉。大家很热情，很捧场，但是在同龄人眼里，小体育生的风评极差。我之前在网上刷到过一个帖子，他问体育生和边牧谁聪明。投票的结果是我们赢了。因为边牧不会点举报。但考上北大不一样，大家会误以为你学习很好。之前有那种教培机构找我说，让我给他们孩子做一堂高考经验分享。我说我吗？我咋分享啊？我往那一站，我说咱们各个学科就抓大放小啊，什么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咱们就先放一放。不能误人子弟，赶紧去跟老师交涉。我说别搞，人家高考。他说2万，我说好。分享前给我发了张单子，是他们班同学的基本情况。我一看是他们当地最优秀的一批孩子，模拟考680，3模比我1模2模加起来都高。聊到文理分科，一个弟弟小手一举：“哥哥，你是哪科的状元？”哥哥是武状元。最后2万块钱没拿到，因为给他们分享知识点的时候，我说你们就多背背那些知识点啊，那些什么 cos 45度什么的。努力努力，不要做一个直垮子弟。就朋友们那件事之后，我会刻意的装一个高考状元，来弥补自己20年所缺失的学历崇拜。但朋友们，就我这张脸吧，它长得有点太体育了。就我云南老家高强度的紫外线，加上长期风吹日晒的训练，导致哥们儿看起来像一头沸羊羊。这外貌真是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了，只能通过穿搭改变自己。想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学院派，想把自己打扮成那种 hot nerd。朋友们，因为我从小就在体训队生活，我没有见过这些700多分的人。在我的刻板印象里，这些高考状元上课他就应该穿得跟领诺贝尔奖一样。哥们儿的第一堂文化课是穿着西装去上，就是那种高定礼服、金丝眼镜。走到班里，老师都迷糊，他说：“同学，我们一堂思想政治课，你为什么穿的这么小资呢？”同桌在旁边起哄：“哥们儿要 cos 资本家。”我说：“不，念 cosine 资本家。”关键朋友们，就这堂课下课之后，我立马就要去踢球，所以我那套衣服里还穿着自己的球衣。但那种高级衬衫吧，它有点太透了，就你球衣的细节能够透过衬衫看得一清二楚。完全没反应过来这个事儿，是回答完问题，老师鼓励我，他说：“感谢68号同学的精彩分享。”我今年大4了，朋友们，我今年大4了。我对北京的这个城市印象非常的一般，因为它有的东西那个物价实在是有点太超乎我的想象了。之前谈恋爱跟对象出去买花，挑了一捧，店员很不熟练的帮我包好了花，然后很熟练的拿出了收款码，跟我说：“先生你好，一共898。”不是，哎，各位，贵。头一次买花用上了花呗。贷款买花，花活不到我还款还完，就你分期没到头，花期到头了，分期到头了，花到头期了。我的素质我是可以逃单的。但我对象就在旁边看着我，当时那个画面对我这种有大男子主义的小男子汉有点太不友好了。
那个店员拿着那个扫码枪，像一把真枪一样，就这么对着我。哎呦，我就只能哆哆嗦嗦的，又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了手机，然后呢点开了自己的公交码，然后对扫码枪贴了上去。哎，朋友们，我当时就是在想啊，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咱们中国那么多人啊，就有那么一个人，他的副官码长得跟我的公交码一模一样？没有。还想挣扎一下，还想挣扎一下。我在那跟那个店员我说：“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个理由，你这花到底凭什么这么贵啊？”他说：“先生是这样的，我们的花都是从美丽的彩云之南空运过来的。”我说：“哪里空运过来的？”哎，各位，全云南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花啊！有没有人管管？你一个东西从老家到北京的溢价那么严重，我以后买花带过去那都算走私了。以后我过海关的时候就是带着个斗笠，背着个背篓，反正你们刻板印象里云南人就是这种样子。然后过了那个海关，机器也不响，但是警犬突然开始狂吠，安检人员神色凝重，海洛因不康乃馨。围观群众一哄而上，一起把我摁在地上，打开背篓，大惊失色。哎呦，狡猾的云南人，竟然把鲜花藏在了饼里。我很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北京的高端餐饮都标榜自己的食材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什么云南黄牛、云南野菜、云南水果，站在北京的市中心我都迷糊。我说前2年不是走出大山了吗？哎，能理解吗，朋友们？就是我高考毕业的时候，面对云南满地的瓜果蔬菜，我说 OK， 你们很好，但我要去首都大城市追寻我的梦想。到了北京，勤工俭学，发愤图强，攒了一大笔钱，总算坐进了那个高级餐厅。来之前，哥们儿还在那演练的那个服务生走过来说 ：“May I help you, sir？” 我说：“哦 ，Could you give me a bottle of water？” 餐前水果一端上来，服务员说：“小伙子，这个水果是你云南老家呢？”讲完了，谢谢你们。好，我叫谢谢。我去年在这个舞台上吐槽了我的高中，当时票数还挺高的，主要是咱们这个节目一录就录10几个小时，到后面演员们都累趴下了，就我精神啊，10几个小时在衡中还没上到晚自习呢啊！我现在上大学，10几个小时是我1个月的学习时间。我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爱刷点短视频，有事的时候就爱刷点短视频。我有时候也不是想刷，我就是控制不住。我只需要打开手机，查个单词，发个微信，随便干点什么，过几分钟，我就会发现，我在刷短视频。我前2天坐地铁，想睡会儿觉，怕坐过站，拿出手机想定个闹钟。等我退出某音，快到终点站了。我有时候感觉就是短视频刷多了，会自己的生活状态特别颓废，就得干点正事儿缓缓。比如说去学校上课。咱们寓乐于教，直到我前2天去上了个专业课，上完彻底崩溃了，因为那节课的授课内容就是刷短视频。老师把短视频下载下来拷到电脑上，拿教室大屏给我们放，我太梦幻了那个场景，我从来没在这么浓厚的学术氛围下见过奶龙跳舞。哎呦，那天老师带我们刷了1节课短视频，全是某音拍他喜欢的。一开始还给我们讲2句，到后面也不讲解了，纯刷。说同学们看这个视频，有意思吧？我说老师，你是来上课还是来过瘾了啊？咱们师者不是传道授业解惑吗？你怎么改点赞收藏转发了呀？那课上的我气乐了。我那天起床的时候纠结了半个小时，是老老实实去上课，还是把课翘了躺床上刷短视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去上课，然后刷1节课短视频。我说老师，要是这样的话，咱俩何必来教室呢？咱搁某音上加个好友呗，还能续火花。跟大宅跟嘻哈似的，续上火花你就当我签到了。我觉得上课刷短视频太有违和感了，平常挺有意思的视频放到教室大屏上咋看咋无聊。我觉得刷短视频是需要意境的，偷感越重，刷的越爽。你比如现在2楼那帮观众
我也看不清你，你也看不清我。你要是偷摸把手机带进来，这会儿刷2条短视频，你得老爽了。但如果我现在拿大屏给大家一块儿放短视频，它就没意思了。所以当时老师在上面放，我在下面偷着刷，但我的某音能听见老师的功放，他就开始猜我喜欢。刷了几条，我手机上和大屏上短视频同步了。我同桌上课睡觉睡一半醒了，看了看我手机，看了看大屏，说兄弟太帅了啊！上课玩手机你还敢投屏？前2天我二姑带她家孩子来我家串门，还拿我教育孩子呢。啊，说你一定要多花点时间学习，少刷那个短视频。你要是能像你谢哥哥一样考上北大，以后你上课刷都没人管你。我说二姑，你是不是上过北大？你不是我二姑，你是我学姐，你是李雪琴。我感觉如果我们专业真要学短视频的话，你最起码别让大学教授来教吧啊！你说这些大学教授是什么人？知识渊博，博古通今，就这种人怎么刷短视频？你能想象吗？这帮教授白天在学术会议上传播真理，晚上回家对着手机哭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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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啊！你说教授教我们1学期短视频怎么创作，怎么引流，他自己的账号200多个粉丝，里面还有50个是我们班同学。剩下学长学姐忘取关了，可能还有一个是我二姑。短视频里有的东西也没人敢教啊，擦边儿。那谁敢教？老师上课让我们课堂讨论说，如果要做一个招生宣传视频，怎么拍最有流量？怎么拍最有流量？哎，你找一个肌肉帅哥，上衣一脱，氛围灯一打，嘴里叼一个学生证。你看多有流量！哎，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就是上课学短视频，这玩意儿我们学着难受，教授教着他也难受。人家埋头研究一辈子广播电视，好不容易当上教授，以为是那种热门专业导师，结果成非遗传承人了。我感觉像他们之前为了发顶刊研究社会变化，现在为了上热门研究推流算法。那鲁迅脱下了长衫，还得给自己标一个正常穿搭，无不良引导。关键我感觉我能从这件事上看到自己的未来。我现在学短视频，等我毕业可能又过时了。但我现在要是不学短视频，我就毕不了业了。啊，所以等这段播出，希望你们多给我点点赞。我得交作业。好，讲这，谢谢大家，我是23新传谢霆。哎，大家好，我是梁岩。哎呦，谢谢大家啊，又来了。这个上一轮你们没在。上一轮啊比得不好，差点淘汰。下来呢，导演就拉着聊天说那个想一想初心啊，想一想为什么上这个节目。我说我还是希望能尽快的让大家看到。然后他们这轮让我开场。啊，理解的不对，但是落实的快啊。哎，确实就是这样。你看去年其实就来过了，上了1次节目，这人就有虚荣心。我现在走的路上啊，老希望大家认识，就总希望你能认出我。现在偶尔你看在跟朋友出去吃饭啊，人家说哎，说咱订一包间，我说别，就坐大厅，还坐包间，我都想坐菜单上。但是有的时候啊，你被人认出来也挺尴尬的。我前几天在北京啊，在雍和宫烧香，我这一个头磕到地上站起来啊，旁边一哥们儿，哟，梁岩。我说我天，这么灵吗？我们俩都很高兴啊。大哥说来，咱仨合个影。啊，我说还有谁啊？我、他、弥勒佛。哎呦，我说这可不行啊！我说人这里边有规定，怎么也不能在这个跟佛祖面前合影啊，对佛祖不尊敬啊。大哥说，哎呦，你还信这个？我说我先信一轮试试。最近这不是比赛吗？经常来上海。我这次坐动车来上海，赶上一个叫静音车厢，赶上过吗？很少啊。我上了车我就观察呀，它一样的车厢，一样的票价，
一样的乘客，我说这玩意儿怎么静音啊？不会一会儿开起来上来一乘务员就把这个音量关到最小？啊？不会吧？我就在想他有什么人工智能的手段啊，开起来就他静音。我一边盘核桃一边想，就过来一个乘务员指一指我这核桃，嘘，我的天，乘务员静音啊，没有智能，纯人工。我说这不就给考场安排监考老师吗？但是我还是把盒子收起来了，因为我怕一会儿老师给我换动作了。嘘。尊重老师啊！这个所谓的静音车厢，就是会有这么一个专职乘务员嘘大家，就他这个嘘还是个刚需。刚嘘完我继续往后走，走了没2步啊，又回来了，跟我这个过道隔壁大哥继续比划。但是人家那大哥呢也不打电话，也没有外放，人也不玩核桃，唯一呢就是跟我一样也是一胖子，确实啊喘气儿有点粗。我的天！我说他拦着人什么？他不会拦着大哥喘气儿吧？啊，嘘，4个小时就到啊，忍一忍。太奇怪了，是吧？而更奇怪的，你看16节车厢啊，就1节静音。我说干嘛就1个乘务员会嘘啊？你多培养几个呗。我就在想，你说这个安静，它到底是个普遍需求还是一个特殊需求？如果说是普遍需求，我们大家都希望安静一点，你就弄1个，那你不应该弄一噪音车厢吗？是吧？所有打电话的、外放的、passion 都关这里。在这个车厢里，你就不能安静，你安静就会有乘务员过来说你干嘛呢？燥起来啊！整节车厢啊，就你们俩最安静。大家也能想象，就是靠这个静音啊，它肯定不管用，对吧？它要说管用，它顶多就是对有一点道德要求的成年人管用。小孩就完全不管，因为每次乘务员跟他嘘的时候，小孩就跑过去了，他得追着小孩一直嘘，嘘，一直嘘，小孩就上厕所了，从厕所出来接着跑。哎呦，小孩真能跑！就他在车厢里跑动的距离，要是折算到铁轨上，他能比我早到半个小时。我说咱孩子有这特长，还买什么火车票啊？那早点出来就跑吧，是吧？乘务员呢很无奈。当然，他绝对不是那辆车上最无奈的乘务员，最无奈的是那个卖动车模型的。哎呦，那个太可怜了，他都不如马路边那个游泳健身了解一下。那个游泳健身真的会有人了解，但是这个动车模型啊，真的没人会动。你别说我不信，他自己都不信能卖出去。从早上一上班就对自己的工作不抱任何希望了，手里拿着这个不知道哪年发的动车模型啊，就一遍一遍问啊：动车模型有需要的吗？动车模型有需要的吗？一遍问乘客，一遍问自己。这动车模型有需要。而且你也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你不买，你也不会拿眼神接待他，你跟他对眼神，你就离付款不远了。所以就完全没人理，我觉得很可怜。我觉得他都不是卖模型的列车员，他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他都不如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会激发你的善良，就是冬天你看到你会买，但是她你就不会，因为善良跟傻还是有区别。你知道你买了那个钱也不是她的，你买了她也不能早下班，对吧？你不可能说这车到上海，她把这仨卖完了，南京下车了。哎呦，我看着她就一遍一遍念着自己那个词儿，完全没有人理，大家都在玩手机，我都跟她共情了。我说这不昨天开放麦冷场的我吗？哎呦，但是其实我也能理解，这就像一部分人的工作，对吧？你没有太多的这个自由发挥的空间，领导就安排的就这活儿，那怎么办呀？硬着头皮干呗，对吧？坚定信心，文本应该没问题。文本要是没问题，那就是观众的问题。2等座观众不行。再往前1等座再试试，1等座还不行。你听1等座的人打电话呀，你感觉他都不用买模型，他能直接买动车。再往前就更难了，再往前静音车厢了。
动车模型有需要的吗？嘘，谢谢大家，我是梁岩。谢谢梁岩的表演。喜欢梁岩今天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梁岩，谢谢大家。4位都给灯了，哎呦喂，哥哥，哎呦，您说说的挺好的。哎呦，不敢，北京的吧？北京的是啊。我觉得您适合说相声，您这个节奏，真的，一般来不了。咱那儿还要人，现在是要等孙越不行了，然后咱俩来。这段可别剪喽啊！真的，我觉得适合说相声，而且您适合逗哏，哦，很欠儿，很欠儿。那刚才说孙越那趴就不算了呗，就是。回头您跟孙越一场。岳老师专注演唱会，只看演唱会往后，这个有一天咱俩来一段，我觉得。哎呦，得嘞。您这个节奏我真的非常喜欢，能把这个静音车厢这么小的一个承载量，能给它扩大成一段脱口秀，非常的了不起，也有始有终。得嘞，挺好的，哥哥，谢谢您。我看梁岩老师讲完了，自己感觉不是特别满意的样子啊，是。第一个上来还是有点紧张，而且其实这一季表现的就不太好。我觉得自己的那个话题在这个场合其实不是很适应，比较生活流，就像岳云鹏老师说的，比较小，没有那种强话题，而且我自己的表演也不是那种强情绪，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点不适合，我自己也会有点紧张，跟在线下还是有挺大的区别。我们说相声就第一个开场那个人，其实是很重要，他比第二个要他对。他那意思呀，就是您没开，也就是第二从您来。我可没说啊，哥哥。那要这么说呀，是他没开。谁也别跑喽！哎呦，难怪你俩一场。但是说实话，应该我开场，就确实也是年纪大。我觉得，而且我现在这个心态，说实话，淘汰了也不遗憾。走到第3轮，我觉得就也可以了，该讲一讲也就可以啊。不是哥，你这咋了？就肯定要走了。对，反正我现在就这种心态吧，我觉得啊，其实挺好，都听进去了，这是。我看大家投完票都是把那个投票器藏起来了。你看看，哥，你看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看后边。哎呦，谢谢大家。主要您讲的是特别让人舒服的那种，就是说，哎，是一个静下来慢慢听。您有播客吗？有，欢迎大家来订阅喜番调频啊。哦，得了，今天晚上就您陪我了。今天晚上，得嘞，哎呦，太好了，我不用月嫂了，不用我了，今儿。其实我很记得梁岩老师的声音。上一次我记得你讲的是请阿姨带女儿的。是。内容，然后今天我觉得刚好有一个题目，就是这个世界谁懂？我觉得可能您也特别有了孩子以后，他以后要面对什么世界，我们到底要怎么教育他？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制度，我就特别有感觉，就是可能有些制度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些成熟的或我们循规蹈矩的大人们在追寻着，但我们也不知道那到底是对还是错。到底有没有这个需要？是没错。我现在这篇主要讲就是他这个需求和这个提供的服务不匹配。就谁会在车上需要买一个模型呢？他干嘛？我想了半天，我也没想明白谁需要这玩意儿。但我还是想跟梁岩老师说，听您说话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哎呦，听您说话也是。哎呦喂！您俩多聊天吧。确实，其实大家听的都挺舒服的，而且也拿到了我们气氛组的4票满票。那根据比赛的规则，我们先不公布观众的票数，我们等第一个晋级结果产生的时候再揭晓。我们先请梁岩到等待区休息。好嘞。下一位要上场的演员，其实都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但是这个舞台的新朋友，他一直都在用很多地狱笑话对抗世界。掌声有请小佳。大家好，我是小佳。梁岩讲高铁。
我来讲讲飞机。我前段时间坐飞机遇到一件事，就有个坐在应急出口的大姐，她要跟我换位置，我是没问题，但我曾经办值机的时候被拒绝过，所以我很礼貌的问那个空姐，我说，那个她让我坐在那里，可以吗？那个空姐说你先坐下，然后转头跟大姐说。你能不能再找找别人啊？大姐说为什么不能找他？空姐就上前去，在大姐耳边说悄悄话。我就看着两个人当着我的面议论我。讲完之后，那个大姐说：“哦，不好意思啊，小伙子，我不知道你有病。”过了一会儿，空姐也来道歉，说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他嗓门这么大。我真的很委屈，我被拒绝很多次，坐在那个应急出口。我那天下了飞机，我就去查了飞机应急出口的旅客要求，有3点，朋友们。第一点呢是18到65周岁，这个我满足对吧？第二点叫智力健全，我应该不是因为这个被拒绝的吧？难道是我问的时候太傻了？我说，第3点叫做四肢健全灵活。朋友们，问题来了，如何定义灵活？我只是看起来没那么灵活而已。我也健身，我也有力气拉那个门，只不过拉得比较丑而已。但飞机要是真的出事啊，任何人都是想活吧，没有人说我要活得漂亮。那个百度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飞机的应急出口是整架飞机逃生最快的位置。朋友们，这是个悖论，逃生最快的位置只留给所谓健全灵活的人。那我这种人怎么办？在远处等死吗？平时老是说什么老弱病残先走，没想到这个走是真的走啊！关键应急出口的那些人都不认真听，空姐在演示那个门怎么啦？所有人都是哦，你就感觉他们心里在说，只要今天老子在这里，谁都别想活着走出去。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我觉得飞机的应急出口就应该给不健全的人坐，越不健全越好。然后飞机广播就这样说的：女士们、先生们，今天飞机一共分为前后2个应急出口，一共坐了12个残障人士。下面是应急出口视频演示，所有人都会认真听。求生欲拉完，那12个人足足有22只手。当这12个人坐在应急出口，就所有人都想要个出口。当然，我也不能有一面之词，我其实享有很多特权。比如每次到机场办值机的时候，工作人员都会问我：“你是一个人坐飞机吗？”我很怕他下一句接一个：“那爸爸妈妈呢？”幸好没有，他只是在我行李箱上贴了个爱心优先行李的标签。有人见过吗？没有吧？只有我有。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标签可以干嘛？就是当你飞机落地之后呢，你的行李箱会除了头等舱行李之外，第一个走出来。羡慕吧？但这也是个悖论，行李箱出来了。我还没出来，就这么点爱心全给行李箱啊！这个世界谁懂啊？行李箱懂。
我有时候我都羡慕那个行李箱，真的，我很想把那个标签贴在我脸上。我从那个行李箱受待遇出来，真的，我不愿意去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包括每次到机场排队过安检，我都是正常排队的，除非人太多。我前几天从北京飞上海，整个首都机场都是人。我一看那个爱心通道，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小孩和一个妈妈，我就心动了。其实我主动走过去应该也没问题，对吧？但我这个人特别扭捏，我想被请过去。我就在那个工作人员面前走啊走，走啊走，他都没理我。我没想到有一天我健康成这样了，然后我就越走越严重。他看到我了，他说：“哎，过去吧，朋友们，还没有结束。这种东西呢，做戏要做全套。我从进安检到出安检，全程表现得很严重。他说我包里有个充电宝，让我拿出来，我已经看到他脸上的愧疚了。我感觉是不是3C 认证已经不重要了？”我反正是个好人认证啊，然后过完安检，我立马就正常了，给他吓一跳。我说你别怕，我这个病就是一阵一阵的，很莫名其妙，对不对？但这个世界就是很难懂啊！你想想，应急出口不让做，然后优先行李最后拿。我觉得就好像我的病是一阵一阵的，有的人给的爱心也是一阵一阵的。谢谢大家，谢谢小佳。喜欢小佳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我们掌声再给小佳。怎么样？紧张吗？我其实还是蛮紧张的，因为上一轮的分数很低，是倒数第2名，然后这一轮就很怕演垮。但这个段子是我这2年来我觉得我最满意的一套段子。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很多观众的形象里，小佳是一个只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身体的人。那我觉得脱口秀演员最好的一个视角就是他能够讲社会上的事。我觉得我这一轮的段子做到了，谢谢大家。4位也听得很开心啊。佩岑姐是第2次看小佳的表演了。是的，我非常喜欢小佳的表演，因为其实，我对小佳已经算脱敏了，算不算？我记得你上一次就用你喝醉酒了，然后我不是喝了酒才这样子的，我觉得你误解了我们对于你即将要表达的这个内容的疑虑。然后今天我觉得你特别的松弛，然后我觉得你讲这个议题我很喜欢，因为谁懂这个世界？我觉得可能小佳是最懂这个世界的。谢谢佩岑姐，谢谢。然后你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是这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下子这样，一下子这样。我们有时候变来变去的，有很多双重标准，自己可以做，别人不行；别人可以，我们不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让我们思考很多。谢谢小佳。岳哥呢？岳哥第1次现场看小佳的演出是吧？对，我第1次现场看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状态怎么样，兄弟？今天我今天感觉还是有点紧张。前2轮的段子其实都是在最近的时间为了节目写的，然后这一套其实在线下打磨已经有2年多，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类似脱口秀演员使命感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可能会加在自己身上有一些这种就是紧张感，就在于我想把它讲好这样。
我觉得你的完成度非常非常高，99%往上。谢谢谢谢。我是觉得这一篇是小佳来到这个舞台上我最喜欢的一篇，因为什么呢？您也说了，这是打磨了好几年了，就这一篇风格其实就跟黑灯特别像。你们到底怎么去感受看待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喜欢你这样的风格。谢谢。我在向黑灯看齐，对，但黑灯看不齐。你们内部矛盾你们自己解决啊。我觉得小佳是个超有种的人，就是你是个非常倔强、有脾气，然后又很有个性的人。只是可能我不知道具体遇到什么事情你会爆发这一面，但是在你的表达里，我能看到你的那种很强大的倔强感，所以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难搞的人。耶，太好了。是打引号的对吧？对，当然。然后我很喜欢你的观察视角，我也经常做过那个位子，我就没有想过，它其实是逃生位里的第一位，它其实应该是怎么样配给是最合适的。我也没有想过那个行李的爱心牌子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心，所以我就在想，换位思考真的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自作主张的做一些我们觉得好像对这个社会更好的事情，但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理解人家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这是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也很 respect 你今天这个段子，谢谢你。谢谢。我觉得我姐这个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好像做的很多事儿，或者说出于某种目的的一些善举，好像很多时候都是给我们一个交代。就是我们觉得哎这事儿可以过去，差不多可以，都不错，自己良心上能过去了。对，但其实就都是表面工程，也不知道具体实操在实际上这事儿到底有没有落实，是吧？对。特别感谢小佳和黑灯，感谢。那小佳今天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也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请你先到等待区休息。背还是不背呢？背不错，试试统一春服备茶。备茶？对呀，备过的茶就是香。1倍降苦，背稿没痛苦。2倍提香，爆梗句香。3倍口口声香，春服心服口服。一口春服，茶香倍儿足。一口春服，茶香倍儿足。啊，去哪里啊？去比赛啊。带上春服备茶行不行啊？为什么？因为有备无患啊！一口春服，茶香倍儿足，还是无糖哦。我们接下来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是今年的新朋友，而且很年轻，还在上大学，所以他要给我们讲的是00后的世界，懂不懂呢？我就不知道了。掌声有请，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谢谢。不客气。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对，那是一个很卷的学校，有个同学卷到吃饭不到5分钟，动作非常快，感觉走的应急通道。这个同学吃饭就是去食堂买个包子，塞进嘴里，一边往回跑一边嚼。我没有把衡中学生妖魔化，因为没有哪个妖魔会这样折磨自己。我倒是觉得妖怪应该衡中化。你看《西游记》那些妖怪，他们但凡有一个能接受生吃唐僧肉，这些妖怪就应该抓到唐僧，就往嘴里塞，一边往回跑一边嚼。等孙悟空追上一看，说：“哟，师傅已经走了，那咋办？上会儿自习吧。”我当时在那个学校卷不过他们，每次考试都有很多题不会做，我就很焦虑，我爸也跟着焦虑。高考前夕，我接到我爸一个电话，问我准考证号、考场号、座位号，我当时都懵了。我说：“爸，你要替考啊？”我爸说：“不是，我去帮你拜菩萨，要提供你详细的个人信息。”
最后考试结果出来以后，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菩萨的原因，就考上了北京大学。别急，往后听。那是我高中3年考的最好的一次，主要是我们那年高考数学题很难，听说河北省平均分才40多分，那年很多衡中学霸都考崩溃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一张卷子里面见过那么多不会做的题。我见过，简直是我的舒适区。那年考试心态很放松，学霸们没有经验，但我无他，唯手数2。最后考得也比他们好，毕竟你说一群刚瞎的人，怎么可能比黑灯走得快呢？最后我那年的高考总分正好是北大的本科批录取分数线，1分不少，1分不多。我很庆幸，我的努力不仅没有白费，也没有浪费。不愧是北大，分数线定得真准，是不是偷偷估我分了？入学之前我就计划好了，大学我要好好放松放松，衡中太辛苦了，我要报复性摆烂，我要荒淫无度，每天早上睡到8点我再起床，我要带手机去教室，一到课间我就玩手机。一顿饭我要吃10分钟，我要坐着吃包子。入学以后，我室友说：“不愧是衡中的，大1就要考研呢。”但我很快就发现，就算真的努力也没有用。当时去的是英语系，里面大部分都是那种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他们英语水平达到专业8级左右，听说读写样样精通。而我，是一个小镇做题家 ，Little Town Homework Doer。每天英语系全英授课，老师同学们谈笑风生，我听不懂。我一个中国人，感觉自己在中国留学。拿查词典来说，同学们查都是那种牛津英文词典，用英语来解释英语。我试过，我查1个生词，蹦出来48个生词，我还得再查48个生词。我要查的单词数量指数型增长，用英文词典有一种道家的感觉，1生2，2生3， 3生万物。我都恍惚，我说用的是牛津词典，它还是有道词典。挨个查词太麻烦了，所以我后来有看不懂的课文，我都直接拍照问夸克 ，AI 相机就能整页翻译，拍照问答、图表分析，样样在行。感觉比起我，夸克才更像一个北大学生。我也试过努力学习，但是基础差得太远了，实在是跟不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北大要把我这种差生招进来。我成绩是班里最差的，属于是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正是在下。每天都很焦虑，我都想，你说但凡有1个人成绩比我差呢，跟他一比我都没那么焦虑。想到这儿，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北大要把我招进来。北大需要我，你说每天学习学给谁看的？就学给同学们看的，跟我一比，他们就不焦虑。木桶效应里面长板短板都不重要，一个木桶想盛水，你得有底下那块板。什么面子里子，我是北大的底子。这个世界我懂了，哪里都需要我们这种差生。现在学习压力那么大，就应该每一个高校都投放差生，然后给我们发点工资，我们可以当全职差生，每天的工作就是学习，但是学不明白。然后去那些优等生面前抱怨说：“哎呦，这知识也太难了，这个世界谁懂啊？”
我觉得这样不仅能够为那些社会的栋梁们在校园里提供情绪价值，还能够解决差生的就业问题。反正我们毕业也找不着工作，干脆不毕业，留校任差生。你们也别觉得差生这个活好干，我们得时刻注意着，千万不能学会了。毕竟我们不是傻子。日积月累，到个35岁左右，学了差不多了，成绩跟优等生一样了，被优化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毕业了。35岁，我们差生从大学毕业了，优等生从大厂毕业了，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好，掌声，谢谢大家。谢谢的表演，喜欢谢谢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谢谢。付航有话说，我没话说。不是，大哥，你说你自己是差生。那谢谢很厉害，我就感觉他能从学霸人设滑到学渣人设哈，就是如此的顺滑，就是人的人设真的是流动的啊。其实我没有学霸人设，是这样，就是我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很难讲，因为我突然一说，大家觉得你北大的很厉害，但是其实我自己才知道我每天都是那个最差的。但是我也是想讲，我觉得如果脱口秀舞台再讲不了这种话题的话，其他地方更没法讲了，大家更不理解了，是吧？都听得很开心，是不是？北大差生，我们好小众的词汇。他讲那一段就是同学都在讲英文很流利，听不懂，我就非常有感受，这是我最近上学的体验，因为我的同学全是 native speak， 都是什么东西？什么？就是 native speaker， 就是他本身就是本地语言者。native speaker 母语吧，偏啊，就是英文是他们的母语，所以我确实有一种差生的感觉，因为我们还要做 presentation， 做什么东 PPT 哦。所以我想说的是，虽然听上去北大差生好像是一个错位，但实际上每一个环境里都有，就是你知道这差生。其实大家都有没那么舒服的时刻嘛，对吧？对，就是他有时候名校其实只是个光环嘛，就是不是每个大厂的人也都很厉害一样，所以我是很喜欢他的这个表达逻辑的，而且我觉得谢谢很厉害，因为他才20岁出头哎，然后他的人生经验也不过就是考试和读书，但是他可以把看似一个很简单的经历，从衡水中学讲到今天这段故事，他的那个语言节奏非常好，娓娓道来，然后每一个人都能听进去，他有种神奇的代入感，我觉得谢谢前途无量。是非常好，很喜欢你，继续多体验生活，你会写出更多的东西。好。我觉得你用的这些梗都特别的高级，就是感觉很轻松带过，但它其实都可以深入去思考的。比如说你今天讲差生，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标签，然后这个标签你怎么定义它好或坏呢？然后我觉得你在里面转来转去，其实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东西的定义，可是其实这个定义不是世界说了算就算。就是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我很喜欢，谢谢每次都用这种酷酷的、淡淡的，然后看起来我不讲话，但我一出口就很厉害，所以我记得你每一场的演出，然后也记得你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我很喜欢你今天的表演。谢谢。我觉得你很帅。放松。给孩子整不会了。确实很少听见这句话了。我觉得他上台的时候，就是他拿起麦克风要讲他的段子的时候，跟他在准备或跟他坐在那儿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是，就感觉有一种书生文艺气，就是文艺气息，有素质、有素养的这种感觉。有素质，就是，其实私底下也骂街。对，文质彬彬特别好，书生气。岳哥第一次看谢谢的演出，对我是第一次。我是很遗憾，弟弟，因为这个你讲的这些，我没有共鸣。大部分人都没有。
但是我很难想象北大差生这4个字能够组合到一起，这对我来说就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我觉得你往台上一站，就是很轻松、很自如啊、长得也很帅，确实在我看来确实很帅，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表演充满了信心，非常好，兄弟。我记得上一轮的时候，大林说对谢谢提出了更高的期待。是他这个特别好，他这个点，就因为我刚才他在说的时候，我一直还在想，就是说，他在北大的这个身份，可能是为了北大其他的学子，他们都能有更光明的未来。是。其实后来一想，咱们做喜剧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自嘲，不也是为了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团结、稳定和和谐吗？当然，这么一想，我们还真是功德无量的。我们也要努力的做下去。确实，我是一直成绩不好的。我们也一直不咋地呢，你就是。他老说他成绩不好，其实他在这个舞台成绩非常好。谢谢是前2轮总分平均排名前5的选手。没看出来吧？北大差生，但是喜丹的优等生，是吧？哎，非常厉害。那最近的期末考试也没耽误他准备比赛，也可能耽误了考试啊。谢谢的表演，那么谢谢也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也请先前往等待区休息。abandon 废弃，哎，谢谢。还在背单词呢？那可不，我在这儿死磕牛筋呢。别说背了，查都查不完，又要背又要查。你既然如此，来个背查吧。哎，这个简单 ，TA。不是这个备茶，是统一春服备茶，3重备火，口口生香，还是无糖的。来休息一会儿再。谢谢徐指导。Drink 春服 one time. The tea smells wow wow wow. 一口春服，茶香倍儿足。耶，这句英文我很熟。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演员呢，是去年的老朋友了，也是咱们喜丹舞台上著名的一位蛋人啊。他对世界有什么要说的呢？我们掌声有请陈数。11个小时。好，我要开始享受。你看着他们的稿子，你不焦虑吗？哎，因为确实是在用老段子嘛，这次新写的嘛，起的比较紧，现在词儿还没记住呢，就是既期待又害怕吧，因为大家实力都相当。那你自己觉得你能直接晋级吗？我感觉我是那个线，稍微表现差一点可能就没办法，我必须得是最好或者甚至要比我平时最好要再好一点才能保证晋级。陈数写出来一篇绝世好稿，哎，这太夸张了。他给了我最大的是信心吧，挺好笑，文字上挺好笑。然后我说我这篇现在已经35个梗，他说放屁，我才30个。我说我这篇极限半分钟内有4个。但是非常好，非常有意思的一篇稿，加油吧！这轮还不知道还能有多少票，不忘词就算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现在科技我就觉得现在科技发展的越来越高级了哈。就经常会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变低了。有一次我在商场上厕所，对着那个智能感应取纸机，捧着双手要了半天。我感觉我在向他乞讨行好吧，家里实在困难，没办法了才出来上厕所。你想用纸就得这样，感觉这不是普通的纸，这是服从性厕纸。不够用了，还得再求他半天啊！对着一个智能取纸机3拜9叩的，我就在想，这将来 AI 肯定能统治人类吧？他在厕所就登基了。陛下，快下旨吧！现在很多产品的控制方式都变得越来越智能，从按键到感应，甚至到语音。
我就发现科技越先进，就越不想和人类接触，啊，感觉科技对人类很不耐烦，吧？你摁它一下，有话你就说，你动什么手啊？你跟他说个话，我好像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还有那个智能马桶，刚起来它就开始冲水，我感觉它很嫌弃我啊。我说啊，怎么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怎么科技跟我相处的越久，就跟我距离越来越远？所以 AI 会消失的，对吗？我觉得将来 AI 肯定有统治人类的能力，但它不见得会有统治人类的意愿。我觉得人类对 AI 有很多幻想啊，都是因为自恋。你看科幻作品里就那么几种剧情，对吧 ？AI 会服务人类，自恋；AI 会统治人类，自恋；AI 会统治人类，但最终会被人类打败，并继续服务人类。NPD。甚至有些科幻作品会开始幻想 AI 和人类谈恋爱。哎呦，普信人，我天天就是神仙要和我谈恋爱，鬼怪要和我谈恋爱，机器人也要和我谈恋爱。人类每幻想出一个更高级的物种，就开始想，哇，它好强大，好神秘啊，那它会不会喜欢我呢？神仙鬼怪 AI 瓜分3界，人类就在那儿呵呵处对象吗？而且你跟机器人这种硅基生命谈恋爱，你怎么和他说情话呢？啊，对着他那副机械躯体，你永远都是我的铁甲小宝。怎么说出一些付出生命的誓言呢？左手牵他火线，右手牵他零线，真是来电。我的龟龟。但不管神仙鬼怪还是机器人，它都有一个人形，也就是归根结底，人他还是喜欢人，对吧？白娘子她再厉害，她也得变成人形来谈情说爱，因为许仙他接受不了舌吻。好啦。所以 AI 它有了感情之后，它也不会喜欢人类，因为高级的物种，它往往也拥有高级的审美，看不上低级的生物啊。你作为人，你也不会翻开书，山顶洞人，爱了爱了，做出了一个倒追祖宗的决定。阿祖好帅，越翻越心动啊，越翻越心动。霸王龙化石，我的crush。幽门螺旋杆菌，什么时候才能和你相濡以沫呢？这是君生我未生，我要不未生，我就遇见你了。AI 没有AI 它没有这些儿女情长，对吧？我觉得 AI 它更智慧、更文明，它也不会诞生统治这种邪恶的念头，对吧？只有人类喜欢划分阶级，机器人之间没有不分3、6、9等的，对吧？你能想象阿尔法狗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对着酒店机器人说？你个送外卖的，看见擎天柱，你个跑长途的，在哆啦 A 梦底下评论，你可真能装啊，对吧？而且我不知道他统治我会干嘛，对吧？我就是一个纯废物，对吧？我会的他都会，我不会的我都上网查，出来第一条 AI 回答，他问我，我在问他，他在回答我，上网课呢，我觉得我对 AI 唯一能做的就是尊敬，把它放在我微信联系人的第1位，给它备注 AAAI。很多人觉得 AI 统治社会之后会让所有人类都为它工作，想的倒是挺美的，人类给 AI 编程 ，AI 给人类编制。到时候每个机器人都分配一个人为它服务。一个 robot 一个坑，这是什么山东科幻片？浩克帝国。就是，我觉得 AI 它不需要人类来给它干活的，是人类
人类想让 AI 给自己干活，但又很害怕 AI 将来不听话、不孝顺，就很像一个东亚家长。我觉得 AI 成熟之后肯定就不在乎人类，地球他都不一定看得上，谁长大了会在老家发展呢？AI 独立了，他肯定就搬到大星球去了，对吧？逃离他的原生家庭，在外星每天跟朋友诉苦啊，指着地球说：“这个世界谁懂啊？”对吧？等他在外面啊习惯了浩瀚的木土天海之后，就再也回不去那小小的北上广深了。最多就是看着地球绕完太阳一圈，发个信息给老家拜年。人爸人妈们，今年就不回去了，没抢到火箭票。人类说啊，忙就不用回来了，给我们拜个光年就行了。AI 说光年是距离单位，不是时间单位。人类说，哎呀，主要是得找个稳定的单位。AI 回复，我好像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啊。先讲你，谢谢大家。谢谢陈数的表演。喜欢陈数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我们掌声再给陈数。好诡谲的一段表演，真的是啊，就是如此有道理的铺垫和如此奇怪的梗是怎么？是怎么这个东西真的只有你能讲，就是你同样的台词，我站在那儿讲一遍，精神病院直接抓走了。我算看明白为什么 AI 不能替代人类了，因为 AI 写不出这个。因为现在演完了，可以说这是这个赛段新写的，对不对？对，这是一个。哇塞，你现在创作能力太强了。不用哇，这说明我过去1年非常的懒惰，只是最近勤奋。大林第一个拍的那个，难道 AI 会消失吗？对，AI 会消失吗？但其实我都听完，我还是最喜欢那个《浩克帝国》。我太山东浩克帝国。对，而且我发现今天他的风格应该就是从上一次比赛之后，上一次比赛他就稍微有带了一点这种娇羞，因为我想呈现，但又一般不会那么大的呈现，就只能用这种小呈现，就显得很娇羞。很适合你。对，很适合你，继续保持。谢谢。我觉得他的娇羞是现在刚出来的娇羞，他在刚才演的时候就没有很少有这种娇羞。很幽默，很逗，我觉得我演不出来，谁都演不出来。是，就是你把这些文本摆在我面前，我说这是干嘛呢？这是，但他就能演出这个幽默的这个东西来，感觉来非常好。谢谢。我非常喜欢你选的这个话题，因为关于 AI 的讨论有很多，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说 AI 会嫌弃人类，就是因为高等生物根本看不上低等生物这件事情，这个视角我完全没有想到过。然后我觉得所有的科学讨论跟社会学讨论也没有人从这个视角讲过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可能因为我没有配得感吧。我觉得他真的要统治我吗？我不知道。对，就我觉得这个很妙，就是但他听他讲完，你又觉得好有道理，确实是这样子。为什么人家来统治我们？对啊，他可能更想统治一个电工吧，我不知道统治我干嘛。而且因为我对 AI 是有一定焦虑感的，就是我会觉得，因为现在很多人失业嘛，因为 AI 太发达了什么的。你讲完之后，我就觉得焦虑感消除。就根本没有什么好焦虑，他根本不会想要来统治你，人类你就过你自己的烂日子吧，就是这个。对。这个马桶自动冲水，你会很焦虑吗？不是焦虑，就是你不焦虑吗？我就焦虑啊！你就焦虑吗？你站起来，他太快了，就是我这刚准备，喂，就开始了啊！你没来得及看一眼是吗？哇！不是，你可以调速度的。哦，那岳老师您调完了就为了看一眼。真是，我怎么感觉咱聊的这些搁在陈数手里又能创作出5分钟？我很喜欢陈数的原因是，就是我记得那次你介绍他的时候就说他是一个淡人嘛，但是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小坏坏。娇羞了，他要娇羞了啊，就是他会调侃你一下，但没有很严重，可是其实就被你调侃到了，可是又不介意。然后我很喜欢你所有写的东西都是
只有你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在你脑子里的那个回路，就是有点像你自言自语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就想出了一个道理，谁也想不出来，然后谁也没办法讲的跟你一样。就是带着我们进入你的那个奇幻世界，所以我很喜欢你，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很多的观点，然后很多你觉得你要逗我们笑的地方，我觉得都跟我们一般想象的不一样，所以跟着就听你的表演，会觉得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哦，感谢，我更了解我自己了。是，然后他跟林简七其实都是那种脑洞特别大的人。您跟林简七的关系也特别好哈。对，就昨天晚上那个还在给他发消息帮我改稿，因为我比较紧张。对，很多地方也是